信仰度众在人间，金钱可以去规划，天官五财神躲老板。Hello， 大家好！哇，我们待会呢要跟各位分享2025 12生肖的全方位的运势分析。这个运势分析，我们用财神牌卡来展现。我们展现的有你的事业运、金钱运、健康运，还有家庭、人际跟爱情。这个都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我们随便拿牌抽告诉你们的哦。我们这个可是到了我们的彰化市的显德宫，我的母庙啦哈。我们到庙里头跟财神爷上香，禀报财神爷，请财神爷慈悲告诉我们，接下来在2025我们要用什么心情，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一切状态。那要跟各位展现的这些好东西呀，都是我们在2024就有经过实验咯。那时候我们有一群财神粉丝，我们一样带着财神牌卡到了财神庙，请求财神爷慈悲，经过宝杯确认，请财神爷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来年运势。还真的在2024我们年初就跟财神爷祈求，抽出了牌卡。我们在2024的年底12月来看，来印证自己这一年的状态，发现哇，有40%到60%的朋友都活在这个运势分析里头，所以真的很有不可思议的一个神圣跟连结性。这个好东西一定爱给大家倒修补。好，所以欢迎大家就一一点选哈，来看看你们的运势生肖哦。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跟各位讲属老鼠的朋友们，你们一整年的2025的状态。首先，我们来看看属老鼠朋友们关于你们的事业运哦。来，我们先看一下哦。哇，这个图是谈恋爱，文字叫和。这个要说的就是，只要你在你的事业里头，你爱着所有的一切，那肯定事业绝对好。看来你爱着你的老板，爱着你的员工，你爱着你的厂商，你爱着你手上正在 handle 的一切事情。一切都很棒，只要你有爱，但就怕你没爱而已啊！如果你不爱了就不好，只要你有爱有热情，一切好。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属老鼠朋友的金钱运哦。这个金钱运我们会看到是分离的状态，但是分离也不见得真的是金钱离你而去啦，而是他告诉你要学会分配跟规划。只要你有好的分配、好的规划，我相信哦，这个暗这个字啊，人家一个太阳光就很亮了，你还有2个太阳光在照耀哦。好，所以这边告诉你们，就是说属老鼠的朋友们，对于金钱学会分配、学会管理，我相信你们也会变好，从黑暗走向光明。好，再来我们看看哦，属老鼠朋友们的健康运哦。这个健康运看来啊，这张图哦是财神爷所说的，在财神经叫做十念善思思，意思就是说时时刻刻都想好的，用你的好念头来带领你的好生活。所以也换句话说，我相信在健康你们是没问题，但是你们要做身心灵的修炼。这个身心灵的修炼就像这个牌，这个牌展现的就像观音菩萨出淤泥而不染，好，这也代表你的人格也是要如此。这个世间是凡尘，难免有灰尘，所以呢，不要被这个灰尘给蒙昧了你的心智。我们往如何清净修行，如何让自己行功立德，你的健康就无障碍了啊。再来我们看看属老鼠朋友们的家庭运哦。这个家庭运会看到一个状态是，哇，这张是灵魂掉落地狱呢啊，文字叫组合的组。看到图不好也不用担心，财神爷有一句话在讲，为了我所爱之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所以这张牌卡放在家庭里头来看，对啊，家人是我爱的呢，我愿意为我爱的人辛苦，愿意为我爱的人承担。所以这个牌是告诉你，对，就是用这种大爱。用这种大爱来看这个组合的组哦，旁边是密字旁，是情感情思的代表，再来旁边是且，叫且走且看。所以这边告诉你，这张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放在家庭牌是可以的。他如果放在事业牌，可能就你辛苦啦，要为大众。但是他看到你的家庭牌，就告诉你爱你的家人就对啦。好，再来我们看看属老鼠朋友们的人际关系运哦。这个人际关系运我们会看到哦，你看这是道友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叫开。你的人际关系我会看到你的贵人来自于你的平辈、你的同学，你的道友。这边看到贵人，这些贵人们他会帮助到你，来自于你学习的对象。所以明白人际关系也是有一些功课你要去面对，但是只要你愿意学习人脉远大开好，再来我们看看属老鼠朋友们你们的爱情运哦。看到这个图我们会怕，因为这是痛，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好像我们过年我们的春联福跟春，我们会把它用倒过来贴，代表春到福到。那这个牌也是告诉你，只要爱情里头你愿意行动，脚是要走要行动，只要你展现你的行动力，你愿意为爱行动负责，创造未来，你爱情肯定好啊，不用担心好，那这边就祝福我们属老鼠的朋友们2025一切好哦拜拜。
Hello， 大家好，属牛的朋友们，现在要为你们分析关于你们2025的全方位运势哦。首先，我们先来看属牛朋友们你们的事业运哦。哇，从这个图卡会字卡，我们会看到图片啊，哇，是邻居在互相分享美好的食物，文字叫岛。这个岛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把分享美好的人事物这件事情要落实哦。就像啊，过年我们会把福跟春这个字的春联贴岛着，代表福到春到。同样，这个也告诉你，你要学会分享美好的人事物，你要落实，你要到位。只要你落实，你到位，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别人也回馈给你。再来，我们看看属牛朋友们你们的金钱运哦。从你的金钱运，我们会看到，哇，这个人是蜷缩的呢，所以看到你们真的曾经受过金钱之苦。但是这边告诉你，蜷缩的你也赚不到钱。在面对金钱的世界，我们要学习财神爷告诉我们的：财为水，水为财。水是阴性的能量，我们要取得阴性能量，沾染财气，就是丢阴德。阴德就是默默做的好事，不为人知。所以你只要行善立功，钱就会跟你。所以站起来，不担心，钱是最好修持的。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层次要明白哦。财神爷常在讲啊，每个来拜他的人，他都会带着财宝一一去寻。他看到一个在哭，一个在笑，他的财宝一定不会给哭的，他会给笑的。所以这边也告诉你，只要能够真正的开心欢喜，你的钱财就会到位。好，再来我们看看属牛朋友们你们的健康运哦。这个健康运我们会看到是猪八戒，猪八戒代表贪嗔痴里头的贪，文字叫开，所以你要注意哦，不要纵欲过度。因为猪八戒的贪嗔痴的贪，它不只是贪女色，它贪所有的一切。所以你的健康，如果你贪了，你没有守好你的原则，你的身体就往下坠落。好，所以让你们明白除了身体要做好养生，你的心念也要控制好。好，不贪。那会贪，其实财神有说过，适度的贪是积极跟成长，过度的贪就陷入一种欲望的坠落，所以明白拿捏好哦。好，再来我们看看属牛朋友你们的家庭运哦。我们会看到你的家庭运里头，这是心灵伴侣的状态。那心灵伴侣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看到其实你家庭的互动是良好的，不要害怕，要勇敢的去亲近你的家人伙伴。也许你的家人伙伴分隔两地，在很远的地方或者说你们不常见面，感情有生疏，但你靠近他们就对了，他们也爱你哦。再来我们看看属牛朋友你们的人际运哦。在你们的图卡跟牌卡会看到，这个是父母牵成孩子长大，文字叫暗，所以这个人际关系有一个状态，就跟刚刚我们说到你的事业运很相像。你要学会牵成别人，牵引人家成功，牵引人家成长。你牵引人家成功成长，你会突破黑暗到光明。其实你看暗这个字藏了2个日，人家一个日一个太阳就很光亮了，更何况你有2个。所以努力学会牵成，这个善的回馈会来到我们的身上。好，所以注意懂得回馈，懂得分享，你的人际关系也会美好。再来我们看看属牛朋友你们的爱情运哦。来你看看这个图跟字你会发现到其实你看这个是孩子在读孝经了，在读书。这边告诉你，在爱情里头你真的要学习。这个孝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学的真的是家庭人伦。在家庭人伦这个部分摆在爱情里头，就告诉你，首先这个和字里头有口，小心口舌是非，小心口角争执，把嘴巴守好，家庭和睦，一切圆满。好，祝福你们哦。好，以上呢这些都是属牛朋友你们的运势分析，祝福你们好哦，拜拜。Hello， 属虎的朋友们，你们好啊！接下来要为你们分享关于你们2025的全方位的运势哦。首先，我们来先看看属虎朋友们你们的事业运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图是男女结婚，文字叫绝。我们会看到你跟同事产生情感的机会很大这同事包含厂商啊、客户啊，哇，看来你在事业联姻的机会很大，这是第一个情感的说明。第二个，这也代表有很多新的机会的开始，有新的契约的结合。好，那这个事业的绝也要告诉你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觉悟，要透过学习。你看觉字下面的见改掉，看见的见改掉，放入孩子的子，它就是学。所以要明白觉悟，要透过学习。那这边也告诉你有一个很棒的状态，就是学会呢负责。婚姻是爱，愿意负上责任，放在事业里头也告诉你愿意负上责任去面对，一定好。再来我们看看属老虎朋友们的金钱运我们会看到这边有父母还有孩子，文字叫暗，所以这边有看到你们的金钱的世界真的是在付诸在你所爱的世界里头。这个所爱可能包含自我的个人生涯的学习成长，那它也会放在所谓的就是我的家庭。那这个暗字我们会看到，也许在付出的过程是累的，但是它终究也会有收获。我们一定会从黑暗走向光明。就像暗这个字，虽然里头有2个日，2个日也不见得不好，因为一个太阳的照耀是光明，第二个太阳照耀就是加持。所以这个金钱的状态里头你要明白，它还有个讯息透露给你，就是只要你爱你所爱，为你所爱负责，你的金钱就会回馈过来。再来我们再看看属老虎朋友的健康运。你看到来空姐要
要起航咯，要工作咯，准备飞咯，但它也可能是下班了。所以这个文字就要开始告诉你，我相信你的健康啊被你的工作给绑住了，可能工作占据了你很多的时间，所以你明白一件事情，上班全力以赴，下班就进入你的世界，好好的享受。这个开就是让你明白这件事情。再来，我们再看看属老虎朋友的家庭运哦。这个家庭运，它虽然说抽到了一个冬天的状态，冰雪的状态，但其实古人常在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冬天冬藏是代表你是具足一切美好呢。虽然说藏起来没被人家看到，或是你觉得还不够好，但是你有这个底，有这个本，所以这个家庭里头啊，这个力就是告诉你，我想你要享受家庭的美好是有的，家庭的温暖是有的。那记得我们要如何化解这个冰雪的状态，就是带着热情、热心，带着爱，一切都没问题。再来，我们再看看属老虎朋友们的人际运哦。这个图是所谓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秋收丰收呢。所以你的人际关系里头会看到，只要你让自己是在规序中成长，是在秩序当中做事，学着古人的朋友有信啊，君臣有礼呀，就是学着这一切古人所说的道理去运作运行。我相信你的人际关系会开展出来，让你得到美好。哇，很棒的一点，很特别。我们的这一组属老虎的朋友在家庭、人际、爱情都是抽到了所谓的四季，春夏秋冬。这个财神爷要说的就是，这个也是属于上天本自具足的东西啦。有时候也要放掉你的比较心，感恩一切。其实你根本没有比人家差，所以你要有底气的往前走。就如同这张牌叫爱情。你看到这张牌来到了所谓四季的夏天哦，夏天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夏天是热情，是火的代表。哇，你看。爱情就是需要火，需要热，需要爱。你看你抽到了这一切，你的感情也漂亮。所以我这边发现我们属老虎的朋友们从人际关系跳到所谓的爱情，其实这个运作都很棒呢。所以做一个整体分享，要让你们了解，就是属老虎的朋友们人际运很漂亮哦。所以好好的运作你的人际运、人际脉络，去创造你一切的美好。好，祝福你们哦，拜拜。Hello， 属兔的朋友们，大家好哦！现在呢，要跟你们分析2025的全方位运势。来，首先我们先来看你们的事业运。来，你看到图卡这张图其实它是一个修行者。他在做忏悔。这张图在表现比较意境就是水滴勾了一个圈，它代表是眼泪，文字叫物。财神爷常在说，牌卡看到什么，它就代表着一切。譬如我们看到水，水为财，刚好呢事业又是赚钱的所在，所以我们明白，哇，的确您的事业会出现了一些关于金钱分配不得当的问题哦。那会针对这个问题他要你要好好的去明白怎么让自己解决关于财务的状况跟问题。那文字叫物，物就是告诉你好好的去想一下金钱在你事业上的运作怎么方式是最好的。还有呢，水呢，它也代表是爱河千尺浪，爱如潮水，也会代表在事业关于人际的部分是有一些辛苦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属兔的朋友在事业上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先跳着看，来看你们的人际关系。因为财神爷有个理念，他从你的事业看到了你的财，也看到了人际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摆起来看。在这个人际问题里头，你会看到图片是孙悟空，孙悟空所代表的是贪嗔痴人的三毒的所谓的嗔，嗔就是嗔恨心，是情绪。那这个文字叫浊，所以换句话说，你在面对你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你有爱、有热情、有心，但是问题也情绪化。虽然你的情绪来得快去得快，但是因为你的情绪真的火烧功德林啊，让你所付出的努力都没有了。所以也因为情绪的到来，小心你情绪的不良的发泄，一切都变成笨拙。当然我们先告诉你不好，不是绝对你一定不好，而是告诉你你怎么改变它。这边有看到事业牌说到有修行修行里头的修行者是红色的衣服，又来到了人际关系里头孙悟空也是红色的代表，所以不担心的一点是，只要你燃起你的热情、你的爱，你的问题都可以被解决。属兔朋友们的金钱运这张牌叫杀悟镜。杀悟镜呢，它在《西游记》里头财神衍生出的贪嗔痴的代表叫痴。痴是什么？固执、钻牛角尖，硬要你要的。但是你要的真的是你要的吗？不一定哦。所以这个金钱的文字叫基，它要我告诉你的就是好好想一下你的基底的状态是如何，你要接地气，真的来衡量看看自己的生活。如果你需要赚钱，你就要努力如果呢你差1000块1亿的人，麻烦你要学会开心欢喜，很感恩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属兔朋友们的健康运来，你们会看到这个图片里头这个人呢，他是在静坐沉思，文字叫静。的确这个图就如同我们要告诉你的，在健康的
部分学会让自己静下来，静下来你就能够明白很多的事情，让自己呢所谓静定就是禅，就是在各个环境或是各个发生的状况里头，你都能够心如止水，你平静，它就是最高的能量。所以这个健康牌看来是不会有不好的身体状况产生，但是它告诉你面对他们一定要平静，静下来一切圆满。也可以自己学习练习禅定，禅定的部分你可以到外面的佛寺院啊，有开禅修营、禅修班都可以去练习。再来如果不方便的话，每天下班回到家洗完澡舒服的状况里头，你就呢在 YouTube 也可以或任何的频道里头选一首没有人的声音，然后呢你可以设定10分钟、15分钟专注听音乐，什么杂念都不想，这样子也在培养你静下来、定下来、安定安稳。那再来我们再来看看属兔朋友们还要再注意的家庭运。哇，你会看到有个男士在跑，文字叫奴，这边告诉你为了你要努力去争取，你要跑起来动起来。所以这个牌也告诉你，就是说，其实关于你的家庭，你要放下你的执着，放下你的掌控，放下你的不安全感。你呢，不要把你的期望放在你的家人身上，你要努力在自己的世界跑起来，去看看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想要跟需要不一样，要学会判断哦，不依赖，不把你想要的建筑在其他的家人身上，这样子就是关系的和谐。再来，我们看看属兔朋友们的爱情运在爱情运里头，我们会看到这个图，哇，这个人想了好多的事情哦，文字叫谷，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想很多的事情啊，它代表的是在爱情里啊，你真的有蛮多的盘算哦。也许你跟着先生互动的时候，或跟着男朋友互动的时候，又想到过去的旧情人，或者是不满意他们，也许想结束关系。但不管如何，你要明白，这个谷就是告诉你，在爱情的世界里头，你要学习古人的一个美好的伦理传统概念，君臣有义啊，朋友有信啊，夫妻之间有夫妻的互动啊，孩子有孩子的互动啊，这张是属于一个叫人际和谐，你要去做练习的修行牌。爱情的世界里头，你不能思绪纷乱，你要回归到古人的精神，我们专注专一面对情感。祝福你们哦，所以这就是属兔朋友们的2025的全方位运势分析。Hello， 属龙的朋友们，你们好啊！现在要为你们解析关于2025你们的全方位的运势哦。我们首先来看属龙朋友们的事业运。哇，这个事业运的图卡，人在等出生，人的出生到了一个光明的层面，文字叫谷。所以我这边告诉你们，就是说，如果你的事业有变动，也不要怕，你会去到美好境地。这个谷也是提醒你人心不古，人心不古也告诉你，我们要学习古人一些美好的伦理秩序展现在你的事业里头，君臣有义啦，有礼啦，有信啦，不管是面对朋友或家人，你把这些美好的伦理放在你的事业，你一定会成功。所以如果有改变，也不会差哦。好，那再来我们来讲关于属龙朋友们你们的金钱运。从你们的金钱运，我们会看到这个图是盘古开天，文字叫琢，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哇，你好辛苦哦，顶天立地。但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脚边有个斧头，所以其实你是有工具帮自己过关圆满。我们看到琢这个字也可以明白，就是现在的你的确顶天立地很辛苦，但10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自己的努力。所以祝福你们哦。好，再来我们再看属龙朋友们关于你们的健康运。你们的健康运这里会看到，哇，一群朋友到日月潭去玩哦，文字叫奴婢的奴。所以这边有2件事情提醒你们这里头我们会看到水的能量比较多，水能量要注意的就是你们在肚脐以下的能量比较会有问题，麻烦调整一下。当然不至于什么大问题，但你要知道就是在肚脐以下的问题。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你们的思绪呢说你们聪明也 OK， 但说你们思绪纷乱也是如此，所以注意一下。那这个奴婢的奴呢，有一群朋友在玩乐，也是告诉你有时候适度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一段路为了美好生活，你要去成为奴婢去追求。那再来我们再看看属龙朋友们的家庭运。来，从属龙朋友们的家庭运我们会看到，你们这个图片这个是烟酒毒这个图片叫上瘾，但文字叫静。哇，所以你看到这个牌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抽到了上瘾的状态，但文字又叫静，所以这边告诉你，你是不是过度依赖着你的家人，你把你的所谓该承担的问题你不承担，你丢给你的家人，或者是说你让你的家人是很辛苦，你也没有负责跟尽力或拉一把。所以这边要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要岁月静好，你是不是应该为家庭也贡献一些心力，把你所沉迷的状态、成瘾的状态拿掉。你有可能在你的家庭你会依赖成瘾，那这些成瘾的部分呢，过度了就不好。所以让你们明白，这个家庭牌告诉你要岁月静好，要戒掉烟酒毒，甚至是老公不要在外面贪恋杯酒，回到家里陪陪老婆吧。OK。
来自于属龙朋友们的人际运哦。这个人际运我们会看到有位先生哦，他生病了，他坐在轮椅，但是他看向阳光。这张牌要恭喜你，就是说，也许在人际的交往过程里头，你曾经受到伤害，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更好，但你要相信有光明，相信有未来，相信正能量。我从这个牌可以看到，你的贵人哦，来自于太阳公公给你的正能量的温暖。从太阳公公也衍生出男性会是你的贵人。如果要在人际圈里头找到贵人的关键，找男人就准没错。再来，不要担心，站起来，迎向阳光，走出去，你会更好啊！过去的那些所谓的伤痕、伤痛哦，其实无非是锻炼自己成长，所以不要让自己活成受害者哦，要让自己走出来，因为受害者是没有力量茁壮复原的。好，再来我们来看看属龙朋友的爱情，哇，不错哎，这里会看到有一位的2个人，其实这张牌叫姐妹啦。但是呢，我们把它看成一位的2个人，也可以让你知道，就是说可以享受情感的美好。但是情感不单单是只有爱情，它也会包含就是你的闺蜜、你的姐妹、你的朋友们或你的孩子。所以这个爱情牌抽到的1位牌其实是好牌，但为什么会出现领悟的悟？领悟的悟这个字就是告诉你，不一定你的爱情的美好是一定要全部依赖在男女情感。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得到男女情感的温暖，你想一想，身边还是有很多人爱着你，所以你值得被爱。OK， 所以这就是属龙朋友们2025的运势。那祝福你们咯，拜拜。Hello， 属蛇的朋友们，大家好哦！我们现在来看看你们2025的全方位运势分析。来，我们来看看关于你们的事业。这张牌哦，叫做单身，那文字叫停。哦，这是告诉你，其实不是单身啊，这个是告诉你，你必须要认真努力，拿起你的手机，斜杠人生，继续工作。这个手机呢，它引申义就是说，继续用着科技产品啊，用着我们现在的 AI， 继续完成你的生活工作的一切，然后带来你美好的生活的享受。那这个文字的停是告诉你不要停下来哦，你停下来就落伍落后了。同时也告诉你，停这个字拆文解字，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亭亭玉立的代表呢。所以这边也告诉你哦，也许在事业的过程里头，你可能没有靠山，只有自己一个人努力，但你也一定会成功。你的成功途径就是在于 AI 帮忙，科技帮忙啊，还有就是网络会帮你啦哈，所以不担心哦哈。好，再我们来看属蛇朋友的金钱运。哇，刚刚我们会看到，在讲事业的时候，你没有贵人呢，要靠自己。那的确抽到金钱牌的时候，这张牌叫死，但是死也不见得就是死亡，死亡就是下一个生命的重生。所以如果你愿意相信自己有机会，跌落谷底的你，反而是要往上成长起来。所以不要被这个死亡的幻境给影响了。你要明白，继续往前走，一切会更好。好，再来我们看看属蛇朋友们的健康运哦。你看到这个牌是君臣有义在跪拜，文字叫义。这个牌有一个很特别，财神爷给我的指示就是告诉你们要学会做伸展。其实这个跪拜的状态就像佛门里头的修持，有一个状态是跪拜哦。哇，跪拜这件事情你别小看，它是全方位的筋骨的伸展，是健康的。所以呢，这边告诉你，你要得到健康，瑜伽会帮助你的筋骨更好。但是还有第二个引申也告诉你，只要你愿意活在有秩序的状态，你会更好。譬如说早睡早起健康饮食我相信你们靠着秩序生活以及规律的运动，你们会更好。再来我们看看属蛇朋友们的家庭运这个图是美食，文字叫浮动的浮。所以我要让你们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看来你们的家庭运是不错的，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有吃有喝。但是文字叫福，就是小心变胖了，浮油增多了。提醒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在享受美食的过程，大家在享受美好的状态里头，要学会分享啦，学会分享，让你们的美好福报继续延伸。所以这个属蛇朋友的家庭运是不错的，祝福你们哦。再来我们看看属蛇朋友的人际运。好，从人际运我们会看到，哇，这个牌有阿狗阿猫都有。那文字叫猜，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叫族群融合，阿猫阿狗鸟都能和谐在一块。但文字叫猜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学会分配好，你要学会断舍离。那同时在无法做断舍离的过程，也学会族群融合。无限包容，无限开阔，人生就是无限美好。好，再来我们看看属蛇朋友的爱情运。哇，属蛇朋友的爱情运这一张图是精灵。精灵的意思是什么呢？精灵就是来自于欧洲的谜样生物。它曾经被拍照拍出来有精灵的样貌跟状态那同时抽到这个精灵牌，也是会发现属蛇的朋友们呢，看到现在这个影片你一定是个大美女，有魅力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你们一定都有你们的魅力。但是为什么文字叫主呢？这个主就是告诉你，记得在面对你爱情的时
时候，不要相信眼睛所看的，也不要相信耳朵所听的。你看这个组啊，蔡文姐是一边耳朵一边是且，所以麻烦用你的五官所看到的爱情的世界，且走且看就好，不要完全的相信。有时候我们看看一个人说话的背后，它的含义是什么，或者是说呢，不要相信你眼睛所看的。有时候你看到一男一女抱在一起，他们不见得是情侣，只是也许他们在互相道别。所以这边告诉你，不要被你的五官给蒙昧了真实的实相。好，你要打开你的心眼，看更开阔的情感世界。好，所以属蛇的朋友们再见咯，拜拜。Hello， 大家好，属马的朋友们，现在要来看关于你们2025的全方面运势分析。首先，我们来看看关于你们的事业啊，在你的事业图卡里头，我们会看到哇，有一群人在排队去到美好境地。其实这张牌叫灵魂等出生，但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哇，你们要去到一个美好的世界耶。所以如果有所改变，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会越来越好，越变动越美好。不要怕变，变是世间不变的道理，会越变越好哦。文字叫开，就是开心欢喜接受这一切吧啊。好，再来我们来看看属马朋友们关于你们的金钱运哦。我们会从金钱运看到哇，一个孩子在读孝经呢，文字叫觉。所以这个金钱的部分，我看到财神爷给我的启示是，你们都是可以去学习投资理财的，但是投资理财要学习才能成功，不能够是照着你的欲望贪嗔痴走，这样就叫赌博。好，这是一个。再第二个，你要明白你所赚的钱要愿意跟你爱的人分享，这样子呢，有来有往的过程，你的钱会赚更多。所以要领悟这个道理，执行这件道理，祝福你们金钱丰盛哦。好，再来我们再来看到属马朋友们关于你们的健康运哦。这张图呢是一个沙弥在哭泣，沙弥刚好对应了财神爷的理念哦，喜怒哀乐的所谓的哀啦，他在哭，那文字叫悟。所以这个牌要点醒你，你遇到事情啊，是不是让自己陷入无止境的伤痛跟悲伤？有时候在情绪面里头，无止境的伤痛悲伤，它是一个魔障，是一个深渊，你掉下去就出不来了。所以你一掉下去，你就只会伤痛，只会难过，只会负能量，不但不开运，然后也包含就是让自己身心俱疲。所以这边告诉你，当你走到了一个情绪的临界点，你明白你现在要准备开始伤痛、哭泣、难过，你可以稍微发泄一下，但是不要过度，一过度就陷入了魔障。这个有所领悟是告诉你要学会平静，您的哭泣不能过度。再来，它也会呈现是属马的朋友们遇到事情都是强悍不掉眼泪的，那这也不好，因为适度的眼泪啊会净化你的身心灵。就像你看我们的空气污浊，如果下了一场雨，空气就干净了，眼泪有洗涤的作用哦，所以这边会有两极化的呈现。那也注意你们的心血管、血液循环还有眼睛啊 ，OK。好，再来我们再来看看属马朋友们的家庭运哦。从属马朋友的家庭运，我们会看到哇，这个沙弥很开心、很欢喜在笑哦，文字叫鸡。所以这边看来哇，只要你面对你的家庭，你开心欢喜正能量哈，然后呢学会转念，其实美好的基底都存在。那基底打得好，就不怕咱讲吼，树根调好栽，树尾就唔惊做红胎。所以基底好，你们就一切好。怎么好？财神爷常在讲哦，每个来拜他的人，他会带着财宝一一去寻哦。一个在哭，一个在笑，他的财宝不会给哭的，会给笑的。所以记得学会开心欢喜哦，在良善之中，他就带领你到高频率的状态。在高频率的状态，我们就容易心想事成，转念世界更美好哈。再来，我们来看看属马朋友们你们的人际运。在这个图我们会看到哇，这是一男一女哦，在爱中白头偕老的样貌，文字叫静。从这个牌我可以恭喜你，不管你在你的人际圈是跟男生跟女生，你其实都可以跟各个性别是可以欢喜在一块的。然后这个所谓的静就是告诉你哦，岁月静好。那岁月静好要在人际关系互动和谐，有时候也想一想你跟父母的关系如何，你跟兄弟姐妹的关系如何。如果你跟你的亲生血缘能够和平相处融洽的话，那很自然在面对外境你会比较顺畅。所以有时候要提醒你的是，不要过度在乎你的外面的朋友圈，而忽略了自家人。好，提醒你们了哈。再来，我们来看看关于属马朋友们的爱情运。从这个爱情运，我们会看到这个图啊，它是饮水思源，在拜祖先，文字叫奴。所以关于这个爱情运，它有一点提示你，就是说，在爱中你缺乏了信仰，可能你在爱的追逐里头，你会盲目因为爱去索取爱，但是你没有从爱里头去明白，在爱的过程里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另外一半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从这牌来看，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爱里头哦，你需要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就是我明白爱要让我更好。
它是滋养我的。所以在爱里头，它要教会你的是在爱中找一个神圣的信仰。在观音菩萨眼中，爱就是慈悲。什么是慈悲？慈悲就是小爱变大爱，感性的爱变理性的爱，还有一个叫无条件的爱，以及大道无情。当然，这都有程序要修炼。但是首先，我们回到最简单的，为了那个美好的状态，为了心如止水后面的这一滩水，记得在爱的世界里头，平静就是幸福。那这边就是关于属马朋友们，你们2025的全方位运势，祝福你们一切好哦，拜拜。Hello， 属羊的朋友们，你们好啊！今天要为你们分享是你们属羊朋友的2025的全方位运势分析。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属羊的朋友们你们的事业运如何？来，你看这个图，哇，这个图啊是一个人环抱着地球，哇，感觉压力好大哦。但其实这个图呢也叫大地之母，所以文字教廷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你要明白你在事业里头有个修炼，就如同是大地之母。我们大地之母啊，她任人糟蹋破坏呢，她都不计较哦。你看我们在她的地表上种植建筑，还深入到她的矿脉挖玉挖水晶起来用。所以你要明白在面对事业，你要有如大地之母的状态，要包容但是呢，相对的大地之母是不变动的。但它如果变动起来很可怕哦，所以不变动的大地之母要提醒你不要固执，不要钻牛角尖。还有记得，因为它变动出来国土崩裂，好可怕哦，所以要注意自己的情绪。你的情绪是属于压抑型的，小心一点一滴的释放，对你才会好。再来，我们看看属羊朋友们的金钱运又是如何呢？哇，这个金钱运抽到了牌卡是来自于皇天。好，你看这个皇天呢，这个人的脑袋瓜里有着皇帝的样貌然后有心脏在跳动，手捧着爱，文字叫换。所以这个告诉你，在你的金钱里头，你只要记得你愿意跟信仰连接，有信仰就有幸运，记得是真善美的信仰哦再来还有你有心有热情，愿意跳动，也就很棒。再来还有你手上捧着爱，你愿意分享，愿意给予，哇，你的金钱很美妙哦不是虚幻的。这个虚幻是告诉你能落实以上3个部分，你就成功。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属羊朋友们的健康运。属羊朋友的健康运，你会看到这个图是小孩呢，他往读书的路走文字叫上。所以关于健康在属羊的朋友们，你们要注意的是，你们要学习如何健康养生过生活。那除了健康养生过生活之外，你也要明白，要让自己的生命往上进步。你让自己步步成长，步步高升，一切都会更好。那这边有个提醒是财神爷告诉你们的，你们可以去爬山，看看绿意盎然的草木看看盛开的花朵，也会帮助你们健康、欢喜、快乐。再来，我们再看看属羊朋友们的家庭运这个家庭运的文字，我们会看到图卡，它显示是五财神的五，底下有一群人在练功。五这个字如果拆文解字来看，它叫止息干戈，就是要你停止战争。虽然说底下在练功，在练自己的功夫，但练功夫其实并不是要去伤害人，而是要学会保护自己。那文字教材也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记得面对你的家人，你不用大动干戈，你不用吵，不用闹，不要用武力解决。其实基本上家人呢，就是在修炼一种叫无条件的爱。什么叫无条件的爱呢？外人害不到你，往往会害到你的可能是家人。但是家人呢，他又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以财神爷常在开示我们现在出生在物质文明的世界，所以呢，往往呢，我们的家人都是属于你一刀我一刀状况。但是在你们要决定出生的时候，灵魂就说好，用爱来当家人，所以放弃战争，我们用爱来修炼成为一家人。所以有可能你的家人的相处模式在运作起来会觉得好像冤亲债主模式有理说不清，又花钱买气受。但是要认了，因为这是一个爱的功课，他在修学无条件的爱。只要你认了，你臣服了，你放下了，这个美好的家庭还是有的。再来，我们再来看看属羊朋友的人际运。这个人际运会看到魔鬼牌还真的这个会来自于刚刚所说的家庭牌的修炼。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是修炼是 OK 的，你的情感互动往来是好的，在这个因果关系的轮转里头，你是运作得当的，当然你在人际关系会少了这些妖魔鬼怪的侵犯。但如果你没有把原生家庭的感情修炼好，还真的你的人际圈的关系也是不好。就像这个牌魔鬼牌还浮动了，当然浮动是告诉你有可能是魔鬼，有可能是佛，因为当初佛能成佛是通过魔考出来的，所以当佛成佛，他来看魔，他也是感恩他的呢。所以换句话说，你的人际关系也有可能是来帮助你更好，他可能变成是一个对你很严厉的老师，在教导你成长，但他也有可能是陷害你的人，让你学会了这个被陷害我怎么解决。总之他会跟刚刚的家庭牌是有很强的一个连结，把你的原生家庭照顾好
哦，人际关系运自然顺畅。好，所以让你们了解哦哈。再来，我们看看属羊朋友们关于你们的爱情。哇，这个爱情是一家团圆呢，很棒哎。从家庭运哈要修炼，从人际关系你明白怎么运作。再来，如果就像刚刚所说的，在家庭在人际都能够有美好的运作，来到爱情也是美好。好，你看一家团圆吃饭是好的，但为什么文字叫主呢？主啊，就是告诉你，财神用这个不好的字来提醒你，把人际关系搞好，把你的家庭搞好，爱情也好。好，财神爷常在讲情财双修。情感好，事业好，金钱好，家庭好。情感不好，事业不好，金钱不好，家庭不好。好，所以祝福各位咯。好，属羊的朋友们再见咯。Hello， 属猴的朋友们，你们好啊！现在来到我们的2025的全方位运势分析哦。好，我们现在来看属猴朋友们你们的事业运。我们会看到，哇，这个事业状态一个人蜷缩起来呢。那文字叫明，来这个蜷缩起来的自己代表有逃避的部分，好，有不想面对的部分。财神爷在财神经里头，他的经文的原意叫恶欲在戒，戒就是戒掉的戒，所以告诉你就是说，可能在面对事业有一些你逃避的问题，你要去看一下，你会从中找到你的宝藏，因为明是好字。好。再我们看看属猴朋友们你们的金钱运哦，我们会看到这个金钱运，哇，有猪八戒耶！猪八戒还记得它代表的就是《西游记》财神爷说的贪嗔痴的贪，然后叫变。所以看来啊，在金钱的世界里头，有时候想清楚你是想要还是需要。有时候你需要不见得是想要，有时候你想要也不见得是需要。你要明白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变是世间不变的道理。所以记得不要有在金钱过度的贪嗔痴，还有我们所说的财色酒气啊，吃喝嫖赌啊，要适当哦。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属猴朋友们关于你的健康运哦。哇，这个健康运的部分呢，这是一个年轮，然后上面有树木的成长，那这有宗教的符号，各个宗教都有，文字叫五教皆同。这张看来是一个平等牌。平等牌就是说，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共生和谐。所以这个心也是告诉你哦，可能呢这边要描述的是，我觉得在健康的部分，你注意一下你的肝胆肠胃，这是财神爷要你明白的啊。还有你的脑，你的饮水量要够。那再来还有个部分也告诉你，其实我相信在你适度的养生，在你逐步的养生过程里头，一定是可以和谐，好与这个世间共相共处共荣。再来我们看看属猴朋友们关于你的家庭运哦，在你的家庭运我们会看到这个图片是一个人，他站在河流上，旁边呢是一个森林的样貌，文字叫观。所以从这个图会看到啊，其实你的家庭运里头有水就有财呢。再来财神爷常在讲树木啊，绿意盎然，它代表的就是也有事业运哦，事业跟金钱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看到你的彩霞跟彩霞在河流的倒映是粉红色，所以要告诉你，你的情绪掌控要注意哦。所以在面对你的家庭的状况哦，你的情绪要维持平静哦。我们常在讲生气就是你在意你在乎，就是这件事情这个人事物是你爱的，那既然本质是爱，我们可以用爱来表现就好，不要用生气表现。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属猴朋友们的人际运。阿弥陀佛的这张牌叫冤亲债主牌，文字还叫重，所以这张牌告诉你，如果你有宗教信仰，麻烦找个佛寺院超度你的冤亲债主。财神爷常在讲什么是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就是指累劫累世的出生没有圆满的人事物，它形成了一个负能量，阻挡了你生活的一切。所以如果你想开运，记得做个冤亲债主超度。如果你愿意用宗教的方式处理，可以用这个方法，找个寺院不管大小，只要正派就好哈。再来第二个，这也告诉你交友请小心，冤亲债主来了，代表你的交友圈要注意了。再来呢，第三个他也有提醒一件事情，因为就是在于人际关系，他出现了一个人，他躺在病床旁边有冤亲债主来找他，所以可能你会有一些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可能会有生命的一个就是比较衰弱的现象，所以要好好的去关照那些你爱的朋友，他们在疾病中的朋友，他们在落难的朋友，我们给予他们一些我们的爱与关怀，好让我们的关系更圆满更和谐。再来我们再看看属猴朋友们你们的爱情运。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是陌生人走在风雨中，文字叫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记得风雨生信心，雨过天晴有彩虹，总是不可能雨下不停吧。所以这边告诉你，在爱情当中也许会有风风雨雨，但文字告诉你安安就是明白，在爱情的世界里头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平静，能量高一点，明白爱的意义。就像我们说的，爱是一种慈悲，
好，慈悲的爱呢，是告诉你如何从感性变理性，小爱变大爱，以及无条件的爱。当你懂得真的爱的运作，其实我相信你的爱情是一个好牌，继续往你的目的地走。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也许在情感中你有纷乱，你有争吵，甚至闹到离婚，但终究平安安稳啦哈。所以祝福你们哦，那拜拜咯。Hello， 属鸡的朋友们，大家好哦！现在来到你们2025的全方位的运势哈。好，我们先来分析关于你们的事业运哦。我们会看到哇，这个牌呢叫君臣有礼，君臣有义，哪怕朋友有信，也要用在君臣的对待里头。所以这边告诉你哦，如果呢你是老板，你要愿意谦诚你的部属；如果你是部属的人，你要愿意敬拜你的老板，成为愿意帮人成功的人，你的事业运大开哦。但是身段要学会柔软，位置角色要学会扮演，这个扮演都是属于我们，都是要帮大家更好。再来属鸡朋友们，关于你们的金钱运，哇，这个一个单身的女子，她看着手机，然后旁边有阿狗阿猫在陪伴，文字叫股，这个牌是要告诉你，小心沉醉在自己的世界太多太久。换句话说，在金钱的世界里头，要学会理性的回到这个人间，接地气的来看待。所以也让你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这边也要教会你善用现代的科技，善用你的手机，找出你的事业的网络圈哈。同时呢，阿猫阿狗代表你是有人际运在旁边陪伴着你啦哈，但文字的古它还是一样要回到古人的一种修炼跟修持，也就是说美好的传统我们要延续。换句话说，最简单就是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想好念，金钱运就会好哦。所以祝福你们。这边做一个提醒哦，金钱就有个单身女孩的样貌，所以看来是靠人人倒，靠山山倒，靠自己最好啊。再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关于健康运的样貌哈，我们会看到这个呢是一个修行者，一个沙弥，财神爷在开发这个财神牌卡，他将这个沙弥对应人的情绪的喜怒哀乐，这个牌是生气的样貌哈。你看他的手是手举起来拒绝，文字叫浊。所以关于健康，我想要提醒你，就是说不要生闷气。如果你生气了，你去想今天发生什么，为什么你会生这个气？关于你要生气的这件事情，你想一下为什么你想生气。当你想过之后，你就发现没那么好气了啦，没什么。因为生气啊，火烧功德林，做的事情都叫笨拙。所以你的健康注意你的情绪。OK，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哦，他会生气的是什么？要注意什么？明白什么？因为这个牌啊，直线也都有对应关系。你的生气啊，哇，这个牌看到来自于情感呢，所以我们看到来自于情感，要让你明白，这个脚叫痛，痛就是行走。那因为这个行走是告诉你它关于一种行动，所以这个看来你在爱中会有一种修炼，关于你的爱的付出，你要对人保持热心，好，你要愿意分享美好的人事物，这个是关于在爱情里的互动。那为什么我会特地跳着看牌？因为这张牌不好，对应下来的牌也不 OK， 所以他们有一个直线关系，先告知你们。好，再来我们来看看属鸡朋友们哈，你们的家庭运哦。哇，这个牌是有新生命的诞生呢，文字叫脉络的脉哦，所以这边看来有可能哦，你们结婚没有 baby 的会怀孕哦。如果说不能生小孩的，他也不是告诉你硬要去生啊，而是要告诉你，看来你的家庭会有个新的机会、新的希望、新的开始、新的美好，祝福你们哦。因为啊，在这个牌卡里头都有个对应，事业牌好，对应的家庭牌好，那这个会有个连线的关系。那再我们再看属鸡的朋友的人际运哦，这张图哦，出自于财神经的十念善思思，意思就是说时时刻刻要想的是好事。那文字叫顺，所以告诉你要学习像菩萨的精神哦。观音菩萨哦，出自莲花，你要学会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同时你也要学会，你要如同是菩萨哦，对人慈悲，对任何的人事物哈，都是心怀慈悲与柔软哈。所以记得慈悲是什么？就是小爱变大爱，没有自己不自私；感性变理性，就是放下情绪。再来叫做修学无条件的爱，就是好好的看重你的家人成员。还有一个叫大道无情。什么是大道无情呢？大道无情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要学会断舍离。对不对的事情学会断舍离，完成生命的修炼。好，祝福属鸡的朋友们，再见喽，拜拜。Hello， 属狗的朋友们，你们好啊！我们现在就来分析哈，关于你们2025的全方位运势哦。来，首先恭喜你们。你们的牌卡里头的牌阵啊，都抽出大牌。什么叫大牌？有神有佛就叫大牌。好，恭喜你们哦！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张关于你的事业运。哇，财神，这什么意思啊？跟着财神准没错。
还有一点告诉你，你也是实习财神在人间呢。但是财神有什么代表呢？财神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在他的修行理念，他强调财勤双修。你如果要得到你的人生的一切美好，你就要学会财勤双修。什么叫财？财为水，水为财。什么叫勤？爱河千尺浪，爱如潮水。所以这都是水，这都是财。感情好，事业好，金钱好；感情不好，事业不好，金钱不好。所以如果你愿意承担财勤双修，恭喜你事业发大财哦。好，再来我们看看你们的金钱运，不用说了，一定好。为什么？这个是摇钱树，文字叫中，哇，很棒呢！好好学习投资理财，一定会赚钱。然后呢，要培养自己花钱买个乐透，搞不好会有赚钱的机会。刮刮乐也是，尽量你在玩投资的部分都是属于是公益型的，像国家所开发的这些彩券你去消费它会中奖哦。还有也包含会有意外的奖金到来，哇，好棒哦！再我们再看看属狗朋友们的健康运。这个健康运也抽到的大牌叫弥勒佛，文字叫观。你的健康我看到是健康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会有修炼。你要学会健康就是要笑口常开，像弥勒佛一样。再来，弥勒佛的肚子是大的，它代表宰相肚里能撑船，要包容。再来，你看到弥勒佛上面有一群孩子也要愿意牵引晚辈成长。再来，我们再看看属狗朋友们你们的家庭运这个家庭运这里呈现是哇一家团圆呢，而且文字是日月明，是好牌呢。代表你明年的状态里头，一定都还可以跟家人相处融洽在一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有朋友如果抽到这个牌，你是属于单亲家庭的状态没关系，你都可以去找你的就是失去的那个家属们，他也愿意跟你互动联络所以这个家庭牌是好牌，代表你可以跟你的家庭相处愉快融洽。所以祝福你们可以享受到家庭给你们的爱。好，但是在抽到这组牌，我有个讯息要让各位了解，因为财神爷有说物极必反有时候最好它也容易最坏。就像我们爬山，山谷效应，爬到最高就准备要下来，爬到最下面下来的时候，其实要准备往上。所以爬到高也不要得意忘形，当你在低也不要让自己心情低落，其实它都会改变。所以这张牌因为特别来自于家庭的一家团圆是好的，但是也要小心物极必反的状态，就是也许在我们2025过后的2026，可能你的父母要小心身体状态所以我们再来看关于属狗朋友们的人际运我们会看到这个人际运，哇，是魔鬼呢。然后文字叫星，这是什么意思呢？财神爷要我拿我们世间的相对论来说明这一切啦。我们这个世间有好有坏，有男有女，有对有错，有老有少，有神有鬼，有佛有魔。我们多数人都要好不要坏，那就完蛋了，战争就来了，对立就来了。所以要明白，在人际关系里头我们要全部收纳。你要明白，当佛能成佛，也是通过魔考出来的。所以当佛成佛之后，他来看魔，他感恩他呢。所以你说魔真的是魔的绝对呈现吗？也不一定所以这边告诉你，在人际关系的运转里头要包容，不是好叫好，也不是坏叫坏。OK， 好，再来关于属狗朋友们的爱情运哇，这张牌你看到这个是练功牌，这文字叫做武，武叫止息干戈，底下要练功，所以这个要练功的状态搭上了变，它告诉我们的是止息干戈，就是不要打战所以如果你在感情的世界里头，你放下你自我的战争，或是你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我相信其实是会遇到好姻缘的，因为你的家庭的关系里头是和谐的。所以我看来，我觉得从爱情来看，属狗朋友们要进入家庭的机会是很大的，但是要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好，这是送给单身朋友的忠告。但如果说你是要以那种谈恋爱的方式来进行你的感情，那看来不 OK。因为容易被辜负、被错付，所以在感情的世界里头也告诉你要练功，而且辨识世间不变的道理。但是财神爷已经很慈悲，关于辨识世间不变的道理，他已经告诉你们了如何面对人际跟家庭。所以呢，只要单身的朋友你明白，以结婚为前提交往会遇到好人，那恋爱就可能又是一个感情的体验不一定绝对是走上正缘。但是已经有情感的、有家庭的，你就要明白面对你们的感情要放下你们的战争，也放下自我战争，也放下你对别人的战争。这个是送给属狗朋友们的一个运势分析，祝福你们，好，拜拜。Hello， 属猪的朋友们，这是你们的2025的全方位运势。我们现在就来分析关于你们的事业运哇，我们会看到这个图片它是冰雪大地，但冰雪大地不好吗？也不是呢，因为呢，这个四季古人常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哇，冬藏代表你有实力你有好东西是留存在的所以我想你的福报是有的。但是的确，如果看这牌会发现你的时运可能弱一点，因为呢，冬天只能出现在一季，但是
这是2025一整年的状态呢，所以你需要有破冰之旅。那怎么破冰呢？就是给自己燃起热情，融化冰雪，好。这样子就能突破你事业的瓶颈，所以祝福你们哦。再来，我们看看属猪朋友们，你们的金钱运哦。来，你们的金钱运里头，我们会看到哦，这是空姐他们要出任务了。那文字叫左，哇，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你啊，记得关于你的金钱，好，你是要明白你要创造的金钱有多少，你要怎么创作它，你不能投机取巧，你要按部就班，你要有程序，你要有 SOP 流程，就像空姐在服务大众，不是乱七八糟的啦哈。所以这告诉你，如果你要在金钱起航你的财富自由，有秩序、有规范、有管理，一切都好。再来，我们再看看属猪朋友们，你们的健康运哦。这边我们会看到哦，就是属猪朋友们呢，这个牌抽到的就是父母还有孩子哦，文字叫谷。所以我相信啊，属猪的朋友们一定是为他的家人辛苦，为他的家人忙。好，那这个忙跟辛苦呢，它也代表了会忽略自己。当你健康在这个状况里头，你要注意是会劳累。那这个劳心劳累的状况呢，一样回到这个谷这个字，谷字告诉我们要遵循传统的美德，要进行生命的修炼，所以要记得在照顾你的家庭的同时，也要把自己照顾好，不要忽略自己哦。好，再来我们看看属猪朋友们，你们的家庭运。哇，你看哦，承接的健康来到了家庭，我们会发现这个家庭的状况是结婚，文字叫迈，所以我相信属猪的朋友们在今年容易就是可以怦然心动结婚，有这样的机缘哦。但是你注意一下一点，就是说如果没有走向婚姻的朋友们的家庭里头要承担一些责任，因为家庭是爱，那结婚也是爱，结婚就是把爱负上责任。如果你是单身人，你不想进入婚姻，那你就明白对于你的家庭你要负上责任。再来我们看看属猪朋友们，你们的人际运哦。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哇，这是春暖花开耶，春天的代表。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要了解哦，很棒耶，春暖花开就是好牌，你的桃花是有的，你的贵人也有，文字就叫顺。所以看来属猪朋友们，你们的人际运是好的，情感是好的，特别是我们从刚刚的健康牌、家庭牌跟人际牌一连串下来，都是关于是好的人的连结，善用你们的人脉资源去创造你们生命的美好。既然我们有那么美好的一个人际的运作，我们就来看看爱情。因为这个爱情有个状态让你们明白，图片它呈现的是土能量。那土能量是什么呢？其实土能量就像大地之母，我们在地表上建筑种植，还深入到它的矿脉，挖水晶挖玉起来用，挖煤炭起来用，大地之母都是任人糟蹋破坏不计较的。所以可能在爱情的运作里头，你明白你是一个大地之母的格局，你是有爱，是宽广，是包容，是宽恕，但是要小心，也容易陷入大地不变动的固执状态。还有也包含大地的能量的累积哦，国土崩裂很可怕的，那就代表你的情绪的爆炸。你的爱情是一个修炼，它在修炼你一个大的格局，但是在这个大格局里头，也要一点点的去释放你的负能量。也很棒的一点是，你透过前面3个人际、家庭跟健康，看到了人的和谐的美好。我想你会成就的是大地之母大爱格局的展现以及修炼。这边再做一个小提醒哦，人际的状态是好的，所以好好的去把你的人脉做连结，来帮助你的事业更好。因为这边有看到你的事业比较辛苦，祝福你们哦，拜拜。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